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照阴影功能中间的阴影的功能。我往下一拉，点击这个关照阴影，是在特别兴趣的第5个。这里面实际上有2部分的功能，一个就是呢阴影这一块是在第1行可以看到，第2行呢是指关照这一块，所以我们专门用另外一期视频来讲。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开始的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当前的主要光源是什么。如果是自动的话，它就是自动的选择是用太阳或者月亮。比如说如果太阳在天上，那显然我们就应该用太阳作为我们的主光源。那如果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了，那我们就以月亮作为主光源。黄昏的时间呢，因为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光源，所以在黄昏期间我们就不显示任何的光源，就是空的。那如果说你一定要太阳或者某一个月亮，你就可以强制选择它一个也可以。我们先就选择自动这个情况。在这边呢是一个仰角，这时候是在属目光阶段嘛，所以它的仰角就没有，就我刚才提到在属目光阶段是没有阴影的。那如果我把太阳慢慢拉下来，大家就发现它这个仰角就出来了，因为这时候太阳的仰角在11度，所以这就是主光源的仰角。那这边呢有个主体的高度，这个主体的高度我们可以以东方明珠为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高度设为468米，因为这是我知道它的高度。好，这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出现了一个阴影出来了，这个就是太阳在11度的时候对应的东方明珠的阴影。如果我把时间往上调的话，阴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长。你看，如果说调得非常非常低，这也是好理解嘛，因为你的角度越低，那对应的阴影也就越长了。那如果说太阳越来越高呢，它这个就越来越短了。然后到了这个方向，你看它也跟着变。同时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体高度是刚才我们设置的，另外还有一个阴影的长度，主体高度是468，它的阴影的长度有1639米。那下面呢，我再举一天有月亮的一天，比如说我选择这一天，这个阴影是因为太阳形成，因为太阳在这射到它就形成了一个阴影。尽管这时候月亮也已经出来了，但是因为我选择的是自动，所以这个阴影就没有画出来。但是我可以在这边强制改一下，我改成月亮。大家发现，这时候阴影就是月亮的这个阴影了。那我也可以改回到太阳，那实际上是和自动是一模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好，那下面呢，如果我慢慢去调到这个属目光时候呢，就没了，因为属目光时候没有一个主光源，所以没有任何阴影。那随着属目光过去以后呢，我们就自动的用了月亮作为我们的主光源，形成了一个月亮的阴影。而这边这个图标也会改成月亮。因为刚才的话，你看在这个位置用的是太阳，尽管是自动模式，但是用的是太阳作为主光源。如果到了夜晚有月亮的时候呢，它自动改成月亮。另外呢，如果说我们在这边加一个标记，我们把这个设置给去掉它，但是我在这边添加一个标记，改成建筑物，然后这边输入一个468米，宽度输个50米，确定。这时候你再去看，它自动的就把这个阴影给画出来了。尽管我可以把我景点的位置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画出这样一个阴影出来。只有建筑的标记才会有这样一个功能，所以你这边可以加很多建筑的标志，它的阴影都会给你画出来。阴影功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用法，就是找对齐。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个和对齐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好，大家看到这一边有个阴影是太阳照了它。平时我们找对齐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就是要找到机位，因为经常要用不同的去实验的方法。假设这一个点和这一点是个平面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出来，那这个点实际上就是你拍对齐的机位，因为所谓对齐的位置就是可以看到一部分太阳嘛，那正好也就是阴影结束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边实际上我们可以去长按它一下，然后把它设置为我们的相机位置。然后把这个呢设为我们的拍摄主体，然后我们可以调节一下也可以啊，我们调节准一点，调节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用取景块对准它，然后去看一看，大家看到没有？它的位置刚好就在太阳的位置上，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慢慢去细调，我们可以调的比较大一点的焦距，然后慢慢去细调它，比如说我们调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希望这样一个位置对齐。然后我们到这边来，
这时候就刚好对齐了，这样就比从开始一点点去找这个对齐的机会要容易得多。那这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拍月亮的对齐，我找一天满月的晚上。好，比如说这一天拍月亮的对齐，这时候月亮实际上已经升起来了，已经在这个位置了。但是呢，我这边它还是自动的用的是太阳的这一个光，因为这时候太阳还是主光源，尽管月亮升起来了，我不会用你这个月亮作为我们的主光源。那怎么办呢？你就点击它，把它改为月亮就可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哎，它的阴影位置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再去看它，大家看到月亮就刚好在这个旁边对齐了。这样可以迅速的找到它对应的这个机位在哪。当然了，强调一下，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时候就是你的相机位置和拍摄主体的位置在同一个平面上，而且中间如果没有阻挡是最好的。那如果说你的位置高低不一样，比如说你这个相机的位置要高很多，那它实际的位置肯定是在你的前面。如果你的相机位置低的话呢，它就在你的相机的位置的后面，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就好了。当然，至少可以帮助你迅速的找到一个大概的位置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这个主体高度这个按钮是可以长按它的，长按的效果实际上是和点击这一个按钮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们点击它，它自动的就得到了一个高度，也就是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高度的高度就可以得到了。好，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就讲到这，谢谢大家。